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视频。今天讲述的是关于刀郎的故事。最近，刀郎这位歌手又被大家讨论得沸沸扬扬的，尤其是丁太升那番对刀郎的点评，一时间在圈里炸开了锅。其实这背后涉及的不仅仅是音乐风格上的争议，还有那些复杂的利益纠葛。刀郎和海来阿木这类歌手，不仅在音乐圈内外引起了广泛讨论，甚至连普通听众也开始为他们站出来说话。为什么有些人对刀郎嗤之以鼻，而有些人又愿意为他鼓掌呢？背后可不是简单的喜不喜欢的问题。首先，音乐这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有些人喜欢听那种技术含量高、和声复杂、编曲精致的歌曲，而刀郎和海来阿木这些歌手的作品，就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那种草根气息，简单又直接。你不可能要求一棵野花去跟大盆里的花儿比精致，但那股天然的生命力反倒更有吸引力。而一些音乐圈内的专家或许就更看重技巧和细节，这种高大上的标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。就像你在吃烤串的时候，也许觉得那味儿特别香，但换个环境可能就不那么高贵了。再说到利益，音乐圈里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块蛋糕。那些突然崭露头角的黑马，无形中就切走了一部分本来属于主流歌手的注意力和资源。你要是站在这些歌手的角度，心里怎么可能不酸？毕竟谁都不想看到一个草根歌手比自己更受欢迎，更能赚到流量，尤其是在资源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酸酸的？接下来就不得不说说那些不同的人，先说那种直接的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的人。这种人最简单也最真实，一点都不拐弯抹角，大家都能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你要是问他对刀郎的看法，他也不会遮掩什么，直接告诉你不喜欢。这种人虽然可能让人觉得有点直白，但也挺让人佩服，因为他不做作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反倒觉得有些清爽。但也有另一种人，他们心里其实觉得刀郎或者海来阿木不太上台面，不过因为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，他们就懒得去抨击，选择在一旁观望。这些人不会去积极支持，但也不去黑人家，大家就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，互不干扰。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冷处理的态度比那些口口声声说支持的人更实际。还有一些人倒是挺包容的，他们不是狂热的粉丝，也不至于到黑任何一个歌手的地步，反倒能在刀郎的歌里听到一些共鸣。这种人心态特别好，不会去看人家出身如何，风格如何，只要能在歌里找到一丝触动，就会给个好评。说实话，在这片利益纠葛的音乐圈里，能保持这种心态的人真的是难能可贵了。有趣的是，咱们如果把视野放远一点，看看港台或者国外的一些音乐人，发现他们其实挺欣赏刀郎、海来阿木的。这不就是一种纯粹的欣赏吗？因为他们看得更广，看得更远，没有那么多利益上的纠结和偏见，所以他们能更客观地去评价这些歌手，真正去听他们的音乐，而不是盯着背后的各种故事和争议。最让我觉得既好气又好笑的，还是那些人刚开始跟风批评刀郎，跟着大家一起起哄，可当他们发现刀郎的粉丝越来越多，自己也许得罪了这帮庞大的粉丝群体，就开始立马转变态度，开始夸赞刀郎。真是有点墙头草啊，风吹哪边倒哪边，这种转变速度比变天还快。看着这种人，我就想笑，但也觉得有点无语。你要批评就批评，为什么要看风使舵？说到这里，我其实挺佩服刀郎这些野路子歌手的。这些人真的是从零开始，硬是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，一步步打出自己的天地。没有背后强大的团队，没有庞大的资源支持，他们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和对音乐的坚持。这种从草根到顶尖的奋斗历程，真的是特别有魅力，也让人感动。你想想，刀郎从早期那个粗犷的风格，到现在逐渐细腻的变化，他一步步的蜕变，也代表着他对音乐的理解越来越深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，我觉得刀郎这些歌手的成功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天赋，更是因为他们在艰难环境下拼出来的机会。这种从困境中走出来的力量，是普通人能感同身受的。
而且他们的歌里透出的情感朴实又真切，正因为这么真实，所以才特别打动人。不过不管大家喜不喜欢刀郎或者其他野路子歌手的音乐，咱们真的应该尊重每一种音乐风格和每一位歌手的努力。毕竟不同的声音组成了这个多元化的世界，对待音乐，咱们也应该像对待每一位歌手一样，保持一颗包容的心，去欣赏他们在自己风格上不断努力的精神。毕竟音乐的世界，谁能说得清楚对错呢？说到底，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歌手的存在，才让这个音乐世界变得丰富多彩。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想法，欢迎在评论里聊聊，你更喜欢哪一类歌手，或者对刀郎的音乐有什么看法。最后感谢大家的点击，在此祝愿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心，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表述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监督批评。